路线啊。一二，哦，这个方向，先砍这个，努力。对。我觉得纤维媒材它就是非常的多元，然后它的可变性更高。你想要再去应变，你因为了解了，想要去突破它，它可以发展的方向其实更广更多，所以我觉得它是更有趣的。那纤维它又回应到每个人的生活一定有纤维，所以你再放广去看，它其实回应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他们的纤维跟编织跟布料其实都有不同的特性跟风格。很多的故事，那我觉得这是让我着迷的地方，就有太多可以去探索跟发掘。把它放上来，它套在上面。那时候来的时候，知道布农族的文化里面有这个用羊角制作成工具，然后制作网袋的这个文化。那因为之前就知道，一直很想学，就请教金家妈。你要往这边挤，这样挤，你的木才会一样的，四四方方的。不管是哪一个族群，传统的文化，他们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他们都不会浪费。所以像猎人捕了羊之后，羊肉吃掉了，那羊骨啊、羊角的这个部分，他们就把它变成了工具。你做的好不好，它就会影响工具好不好用，它就可以来编制这个网袋。所以它是完全跟环境、还有生命跟生活状态是连接在一起的。他们也用弓织的这个技法去织出一个条状、带状的这个织带，那它其实就可以连接到网袋或者藤篮本身，它可以作为背那个背篓的一个头带。那延伸到织女的部分，它其实就可以是织布的时候绑在腰部的这个腰带。在整个展场里，它其实不单单只是图像的呈现，我还整理了他们的文献跟故事。后来就有了这样的构想，从山、从羊，然后从在地居民们他们生活中的物件，那这些物件其实它都会有时间使用下来留下来的痕迹。
跟不管是破损或者它有一些手的过程、制作的过程，它其实都是一个记录。从拓印的方式去把这些物件跟山、跟历史、跟生活串联起来。他们其实在男性无袖长衣上面会有一些织纹，那其中的这个羊蹄纹的部分就特别吸引我的兴趣。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条状的纹样，然后上下或者只有一端有一个黑点，那它其实是象征就是羊在山壁上行走非常的矫健。我就是因为听到这样的故事，有了这样的灵感。其实它传达的不只是羊跟山的关系，它其实也像是人跟自然如何去达到一个平衡。我身为一个外人，我进到部落，首先就是他们有开放的心，愿意跟我分享。那我也在吸取了这些资讯跟文化之后，我如何再跟他们互动，然后回应到他们的生活之中。旅行一直是我最感兴趣的主题。那旅行，当你去到不同地方，它就是延伸出不同的记忆。那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那你去做田野调查，你在当地的生活经验，你接触到的人事物，然后甚至展出的环境地点，它相对的就会不断的跟一开始的想法跟概念去碰撞，然后一直产生不同的方向跟可以研究的主题。棉花研究计划目前就是发展的比较完整，因为去到的地点就是跟棉的连接比较多。那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棉花它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媒材。那时候去印度参加环境艺术季，那环境艺术季本身是在古吉拉特邦，那也就是甘地的故乡。一开始在印度的时候，就是看到甘地在狱中再次发明那台提西式纺纱机，他倡导我们自己种的棉花必须要可以自己碾成棉线，然后织成布，然后穿衣服可以使用，而不是把材料运到英国，然后又要透过我们买不起的价位去把我们自己生产的材料买回来。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它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所有的棉花研究计划就是从那个纺纱机出发。后来我引用了纺捻的这件事，在我整个计划里贯穿不同的部分。后来第二章就是去到了英国，那它就是连接到英国工业革命，然后它也牵涉到工人啊，还有包括整个运输啊、运河啊、煤矿啊之间的关系。我的母亲也是过去在手工编织非常盛行的这个年代的一个参与者，所以她很会制作这些棒针、钩针的毛线织物。其实在台湾很多人的生活里都有共同的生活记忆。刚开始1、2岁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就勾家里的桌垫啊，那些装饰啊。后来他们渐渐长大，我就勾。像那些衣服，几乎都5、6岁开始，几乎都是妈妈做的衣服。因为有一次我带他们2个去学钢琴回来，就路边有个太太就说：“哎呦，妹妹这个衣服这么漂亮，2个都穿一样，
在马路上很显眼。他说：“这个是我妈妈自己做的。”印象就是小时候只要穿毛线衣都是妈妈织的，都不会是外面买的。这个应该读国小以上了。这件我记得啊，这个图案是他自己挑选的，还可以穿的。你小时候2个在街上，这样2个很显眼。好像小时候有被叫过小红帽啊。学校有那个市集，我看他卖他们自己手缝的那些包包啊，天哪，就全部用手在那边一针一针在那边缝。我想说，那种如果有一台缝纫机，一下就缝好了，比较不会那么累。编织这件事要克服的就是记忆，因为技术很多元，那它往往是需要时间去练习跟熟成，所以通常我不会设限说现在一定只能做什么样的计划，所以譬如有棉花研究计划，也有蚕丝研究计划，也有麻纤研究计划。这件作品主要是在台三线上的苗栗新竹一带，那跟过去的养蚕业有关，所以也跟苗栗的蚕宝宝农场有做一个合作，然后到时候会带领很多朋友们一起共创。如果我们讲台湾的养蚕业，其实它有很大的部分是因为台湾的气候，所以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就是推展台湾农业、日本工业，所以在台湾大量的种植桑树，然后养殖蚕宝宝。所以在这一个作品里面，我选用了一些是日本的和服布料，然后蚕丝布。有不同类型的蚕丝线，然后当然也结合了一些像是比较工业生产的塑料。它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台湾的经济跟生产这些媒材都会影响整个产业跟生态，所以我集结了很多不同的媒材跟技法，然后有丝布，然后扎染去创造出这些质感跟肌理。这是一个像是桑叶一个弯曲的叶片的样貌，那这一个是以黑色深色为主，所以上面其实就很像是我们的山林啊等高线不同的那个地理的起伏，但是也很像叶脉，也很像生命的经络，所以有不同的肌理跟质感。关于麻豆大地艺术季的这个泥毯的作品啊，我收集了非常多的菱角壳，然后收集他们废弃的这些农废材料，然后把它们碳化成碳，然后再变成可以铺设泥毯的这个媒材。然后同时后面有一大片的桃花心木林。他们给我的联想就是桃花心木果实落下来，其实它就是一个旋转的状态，那它果壳打开来，里面的果实就是会飞出去，才可以散播生命。那果实旋转的过程就对我来说就很像纺锤在纺线的过程那个旋转的状态。纤维编织的技法，它往往不是只在于编织的这个部分，它其实还涉及到材料的取得跟前置的作业。为了学习这个技法跟文化，你其实是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样貌。那我觉得这是在学习整个这个制作流程里面，就是非常有趣跟珍贵的。
我还蛮相信媒材它自己本身，它也有一个脉络，甚至是历史的深度。那其实透过这样子的自然的媒材，还有经济作物，其实也可以看到的是它可能是物种迁徙的痕迹，或甚至是这样子的一个物种反映出它背后全世界下它这样子跨国贸易的情形。这品种不一样吗？品种一样。刚开始它吸引我，是因为它是我很熟悉的果物，它的质感很像皮革，从它黄的时候，然后慢慢开始有斑点，然后变成褐色，甚至在日照下，或者风干之后，它呈现这种黑褐色的色泽，就是它带有一个时间的轨迹。香蕉皮的发现其实是一个还蛮意外的过程。有一次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去日本去驻村创作的时候，我们都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食物。那我在日本的超市里面就看到了非常多的香蕉。那但是仔细一看，会发现说，这些香蕉竟然是从菲律宾来的。然后它的价钱很便宜，大概是99日元一串。那也有台湾的香蕉，可是它的价钱就贵很多，大概是600日元一串。那其实它就是引起我的好奇心，因为其实在一些国际的跨国水果公司的操作下，它开始产生了这样子的价差，就是我开始有了兴趣，想要去探讨这个经济作物背后的这些跨国交易，还有当地的香蕉市场所受到的冲击。香蕉皮拿回来以后，它就要开始晒。我可能要看阳光的大小，差不多2个礼拜左右。等到完全干了以后，就会把它收进来。如果需要用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卷曲，然后就要开始用熨斗去烫，把它烫平。那烫平完以后，可能会根据那些香蕉皮的形状，各种不同的弯曲。就是用那些当成是素材，然后开始去拼贴。最后组织好画面以后，我会再上一道一道的升漆。然后呢，慢慢的在香蕉皮上形成一层薄膜，就像是一层保护膜这样子。购物篮的联合抵制是我2014年在美国驻村创作的时候的创作。当地的超市叫做 Market Basket 发生了罢工事件。为了要反抗撤换总裁，他们还联合了供应商，也不供货，所以整个超市就变成空空荡荡的。那其实真的是一个奇景，这些场景都是我从新闻报纸图片去看到，然后我会重新再把它画下来，会重新做一些安排。那当然，它的安排上会有一点点的超现实。就像是有示威的人，那也有这2位 CEO 们，他们其实好像是堂兄弟还表兄弟之间的一个家族斗争。那这个时候我就是把他们做成了一个在互相对弈、互相一起下一盘棋的样子。这个算是一个蛮少见的由下往上去抗争，但是获得成效的例子。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它也是一种很鼓舞的一个现象。我还蛮注意的是它产生的一些阴影的效果影子，因为物体它如果它有影子，就是代表它可以产生出一个空间，甚至它的气味也是一个触发。
我们可能是我蛮需要这种环境还有文化的刺激，对，所以其实我每次都是透过去不同的国家，然后去观察，这边的人的生活的样态。有机会可以收集到比较大量的香蕉皮的时候，我都会尽可能的把它处理好，就是说把它风干，然后甚至整平。然后成为一大张一大张的香蕉皮革。我在2018年开始，在这样子关注到人的迁徙的情况下，在台湾发现到台湾也有非常多的移民工作者在台湾工作，那他甚至其实是支撑台湾很多的家庭分摊劳力的一个基础。当我遇到这些移工的时候，就是会对他们提出邀请，想要为他们画一幅肖像。我把它记录在一本速写本里面。回到工作室以后，又会用我所收集到的香蕉皮，然后重新的形塑他们的肖像。然后甚至是比较大幅的这个肖像的织画，这样呈现他们的生命故事。因为当时需要太多香蕉皮了，然后家人消耗不完，只好分送给邻居一起吃。然后但是都还要必须要嘱咐邻居们，就是说那个吃完皮要把它还给我们，这样。所以其实还蛮好笑的，当然不想浪费香蕉，所以都会把它再制成一些副产品，可能香蕉蛋糕啊，就是会请家人一起吃这样。我自己是本来就很喜欢使用一些天然媒材，然后我会到各个乡间，像是云林啊、嘉义啊之类的，然后用当地的媒材，像是竹子啊，甚至牡蛎壳之类的，然后做一些创作。我以烟草为创作媒材，一个屏风的作品，它叫做热带收藏。这样子一幅一幅的风景，它都是从一本我在日本找到的书，一些日本的民族学家，然后来到台湾去拍摄的地景风光。这些屏风其实它上面的这个风景，就是被我重新整理出12项台湾常常出口的自然资源和物资，还有结合了网络上离散的一些历史照片，我重新又把它 Photoshop， 然后把它重新绘制成一个新的风景。它的那些屏风全部都是用檜木做的，因为就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些有历史感的物件。金色的烟叶，它其实是烘干过后呈现的金黄色的样子。它在我的作品里面其实也比较出现的时期比较短，然后也比较少量。第一个是因为烟叶它非常的薄，非常的脆弱，所以它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直接以它来去做什么样的形象这样，所以也是以金为代表，就是一个很珍贵，但是也非常少量的物资。甘蔗它是比较近期才开始使用，处理这个媒材，我就会要先把它的皮剥掉，因为皮有点硬，然后就是抽里面的白色的地方，甘蔗肉，抽丝，那抽好丝以后就去煮。主要是因为这些纤维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糖分跟蛋白质，然后就是要透过煮啊、蒸煮的过程，把这些糖分啊、蛋白质煮掉，然后剩下纤维，然后这个纤维就是我就会再把它拿来打成渣，其实也蛮像造纸的过程。
它的区别又跟香蕉皮产生了一些不同，因为香蕉皮它是平面的，那像甘蔗的话，它这些渣就像是泥土一样，它就是可以直接去塑形。其实也是顺着这一种对经济作物它背后的这种历史脉络的好奇，所以开始又去研究台湾的蔗糖产业。从17世纪开始，因为各个国家要追求蔗糖还有蔗糖贩卖下所获得的大量利润，所以它其实背后产生了非常多的殖民和战争。对照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我们反而会开始觉得说，食用太多的糖会引起一些文明病，或者是对身体比较不健康，反而开始去断糖、减糖，甚至去健身房去做各项的运动。所以其实它让我觉得说，光是蔗糖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脉络，从以前到现在，它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反转。我觉得透过我自己去用这些经济作物的剩余物甘蔗渣，然后制作出一项一项不同的健身器具，我们也可以就是重回跟土地的亲密互动。我的作品很多其实都是透过这些媒材，还有我的身体实践去探讨、去展示一个作为人的价值。透过媒材来呈现，但是也是透过我使用这个媒材的过程，因为它这个过程都是非常大量的劳动劳力，那其实也就是像这些生产者的角色一样，透过你的身体劳动，然后去跟这些作物或者是跟这些媒材，你去培养出感情，好像是跟他们融为一体，然后你在说话，甚至是你在反应，或者是你在对抗你所处的这个世界。